哇！21世紀仲有人玩呢啲玩具㗎？我阿爺都唔玩啦。後面要咩？想訂百獸王3隻啊，唔該。大家好，我係最愛碌仔啊。頭先條片就搞下 gag 嘅啫。適逢 Shokugan Modeling Project 咧就嚟出百獸王，所以今日咧就會嚟講下百獸戰隊呢套作品嘅。細個嘅碌仔曾經有一個問題，究竟百獸戰隊明明得個20幾隻威力獸，佢憑咩叫做百獸戰隊呢？今日就等我碌仔話俾大家聽，奇嗰70隻神秘嘅威力獸喺邊啦。注意翻呢條片咧會用我所認識嘅譯名嚟作解釋嘅，而且片中咧會有大量嘅 FF 同埋碌仔嘅個人推測，所以如果有咩唔啱聽就敬請原諒啦。日本人做嘢認真就個個都知㗎啦，尤其是喺企業開發方面啊。喺企業開始之前咧，佢哋會有一沓又一沓嘅設定稿，最後你同我見到嘅咧，可能只係其中嘅1/10，甚至乎更少嘅。設定稿嘅內容可能好豐富，但係最後礙於預算、集數、周邊玩具嘅生產等等嘅商業要素，會導致廠商或者製作組都冇辦法將所有嘅想法實現。而最後咧，佢哋會揀一啲佢哋覺得比較好賣嘅商品作為推出。作為特攝界3大支柱嘅超級戰隊，當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啦。每一年推出市面嘅設定都係經過精雕細琢嘅。雖然我哋見到佢哋嚟嚟去都係嗰啲五神合體啊，又或者一啲好奇怪嘅概念，例如列車戰隊、動物戰隊，但其實佢哋都係設計師嘔心瀝血嘅作品嚟嘅。而百獸戰隊都可以稱得上係戰隊歷史上嘅天花板啦。今日介紹所有嘅威力獸咧，都係源自於 Media Works 呢間出版社喺2002年8月所推出嘅超級機械人 Art Collection 戰隊機械人篇嘅內容，當中就為我哋揭開咗其餘威力獸神秘嘅面紗。首先係劇中出現嘅21隻威力獸，就係大家耳熟能詳喺電視中見到嘅嗰啲，分別係獅子王、金鷹王、南沙王、黑牛王、白虎王、大象王、猩猩王、黑熊王、北極熊王、銀狼王、鎚頭鯊王、短吻鱷王、獵鷹王、長頸鹿王、野鹿王、犀牛王、穿山甲王、黑獅王、神雕王、鋸齒王、猛牛王同獵豹王嘅，仲有劇場版所出現嘅金剛王。呢啲劇中嘅威力獸其實都好有趣嘅，頗值得討論，有機會都會拍片傾下嘅。而家就同大家講下劇中未出現過嘅威力獸啦。首先係第一隻 No.20 孔雀王，標誌3嘅嗰幅圖咧，相信大家都可能見過嘅。呢個係最後一集所出現嘅孔雀王。講起孔雀最突出嘅，當然係佢攞嚟求偶嘅尾巴啦。喺呢一度咧，我哋見到設計師將佢嘅尾巴咧變得相當之有玩味嘅。尾巴一共7條，每一條咧都可以拆作或者組合成為唔同嘅武器，分別係劍、長劍、三節棍以及鐮刀嘅。呢一方面可以睇得出設計師唔單止追求作品嘅美感，而且仲要喺玩具上面保持可玩性嘅。論可玩性，百獸戰隊都做得非常之好嘅。不論係獵鷹王所收埋嘅大眼睛啦，同埋穿山甲王嘅足球形態，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我哋都可以睇得出啊，最後一集嘅圖像咧，同設定稿中嘅咧係並唔一樣嘅。無論係尾巴嘅數量或者翅膀嘅形狀，後者明顯更符合商業需要，即係例如可玩性啊等等啦。而前者咧則係更加美觀嘅。相信啊，係製作組知道嗰陣時孔雀冇得喺電視上推出嘅時候咧，就揀咗一隻比較靚嘅俾大家睇，因為佢都唔使出玩具。而孔雀王咧可以同百獸王組成呢個百獸王嘅劍豪形態嘅，主要係將孔雀王擺喺百獸王嘅後面，就好似百獸王喺度孔雀開屏一樣嘅。而稱為劍豪嘅佢咧，相信主要能力都會係用喺背後嘅劍嘅。唔通佢可以好似高達 Double Quater 咁樣用啲浮游劍？No.22 魔鬼羽王喺圖中見到嘅裝備並唔多，我估咧係應該類似一塊滑板咁樣嘅輔助裝備，可能係我過分解讀啦。但係佢表面上嘅花紋咧係有啲似骷髏骨嘅，你望下呢一度係眼，呢一度係鼻，
可能係為咗更加貼合魔鬼嘅感覺。講到魔鬼魚，唔知你哋係咪同我一樣，細個睇蒙面超人龍騎嘅時候，見到蒙面超人魔鬼魚係緋紅色，所以就以為所有魔鬼魚都係呢隻顏色呢？我有一個問題，點解條片咁好睇，你都唔 CLS 呢？1212啦。Number 23馬王同樣係最後一話曾經出現嘅。設定集俾到嘅資料並唔多，淨係可以喺最後一集嗰度隱約見到佢嘅顏色係黑色嘅。睇圖可以推斷佢應該同馴鹿王、長頸鹿王個結構差唔多，相信咧都會主要係作為一個手部裝備嘅用途嘅。Number 25老鼠王同樣係喺最後一話出現嘅，資料一樣都係唔多噶啦。劇中顯示佢主色咧應該係白灰，並以紫色同熒光綠作點綴嘅。喺佢嘅前額度可以見到明顯嘅百獸特色圖騰，定位咧應該都同穿山甲一樣，係擺喺犀牛嘅右腳嘅嗰個裝備嚟嘅。然之後啦，就係 Number 26袋鼠王。喺書中咧，佢並冇獨立嘅威力獸形態嘅，只有同肌肉王組合而成嘅肌肉王麥格龍形態。正如一般袋鼠一樣啦，佢都係有分隻乸同埋個仔嘅，一大一細。個媽媽嘅上半身咧就會成為肌肉王嘅左邊武裝，會係一個帶尖刺嘅拳套嚟嘅，而下半身咧則會成為機械人背後嘅大炮，而個仔咧疑似會成為右手武裝嘅一支大炮。呢個亦都係少數會將威力獸分屍合體嘅狀況，多數威力獸咧都只會係變形而唔會分體嘅。從設定圖嚟睇咧，呢部機械人嘅定位應該係一個高火力輸出嘅遠程攻擊機械人。資料上更加顯示佢可以將一座山打碎添。Number 27烏龜王 ，Number 28海象王，我會放埋一齊講嘅，因為佢哋只有好模糊嘅合體圖。烏龜嘅定位咧應該係盾牌，而海象咧應該係會用尖牙嚟作攻擊嘅。最後孔雀王、袋鼠王、烏龜王、海象王咧會成為一部全新嘅機械人守護王嘅。孔雀王會成為機械人嘅胸部，而袋鼠媽媽咧就會成為機械人嘅腳嘅部分啦。海象王同烏龜王咧就會成為左手同埋右手，最後頭部就會由仔仔袋鼠王合體而成嘅。值得留意嘅係袋鼠王嘅結構咧喺呢一張圖入邊有更加好嘅展示啊！我哋可以切實咁樣睇到頭先嗰兩個大炮嘅炮管咧就成為咗呢一度小腿嘅裝甲，但唔知道呢一幅係好初步嘅設計圖定係點啦。百獸戰隊機械人常見嘅圖騰花紋咧喺呢一隻機械人度好似被忽視咗，因此咧佢睇起嚟同其他百獸機械人咧係有啲格格不入嘅。Number 29鬼腹熊王，哇，好翹口啊！鬼腹熊王同先前提過嘅魔鬼羽王好似，但佢嘅形狀咧係比較有機械感嘅。由背部嘅兩個推進器同埋旁邊嘅小機翼咧，都強調咗機械嘅感覺。值得一提嘅係咧，佢仲有隻迷你嘅鬼腹熊咧黐喺佢身上面嘅，而佢就可以同百獸王組合成呢個百獸王嘅潛艇形態。成隻鬼腹熊王咧會同百獸王嘅背部合體。而佢嘅尾巴咧就會成為機械人嘅武器，外形咧就有啲似西方騎士嘅長矛。安裝喺鬼腹熊王底部嘅推進器咧，相信係可以令到佢喺海底嗰度方便咁樣作戰嘅。值得一提嘅係，隻細嘅鬼腹熊去咗邊呢？我估佢嘅作用咧，應該類似會係一個飛鏢或者盾牌等等嘅武器嘅。Number 30野豬王，戰隊中常見嘅馬車式設計，拖住一架重型嘅武裝車，可以喺上面見到一啲大炮或者鑽頭嘅。而野豬王額頭嘅中央咧，會有一個炮狀嘅插口，相信喺野獸形態嘅時候咧，都可以射出一啲炮擊嘅。佢可以同肌肉王合體，成為呢個肌肉王長炮鑽頭形態。合體嘅時候，野豬王本體會成為機械人嘅左手，變形方法則係同北極熊兩兄弟類似嘅，同埋佢會喺佢嘅額頭上面啦插上頭先喺運輸車上面嘅鑽頭，而運輸車咧就會成為背部嘅外掛裝備，作為一個長距離嘅火力支援嘅。可以睇得出，大多數長距離嘅火力支援會係肌肉王所擔任嘅，百獸王則係主要負責近攻，例如劍豪形態，又或者一盞提嘅拳擊手形態等等嘅。Number 31蝙蝠王。擁有與本體並不相符嘅巨大翅膀，同埋咧佢修長嘅耳朵形象咧有啲似音叉嘅，相信同現實嘅蝙蝠一樣，可以發出一啲音波嘅攻擊嘅，可以同呢一個百獸獵人合體成為呢個獵人幽靈形態，代替咗錘頭沙王嘅位置，成為咗機械人嘅右手，而前臂咧則係耳朵所變形嘅音叉，背後嘅翅膀咧就會成為百獸獵人嘅翅膀。
令到佢有空中作戰嘅能力嘅。跟住落嚟就到三重王啦。呢個名咧我亂改嘅，大家唔好嬲住先。呢隻咧係由29號鬼蝠熊王、30號野豬王、31號蝙蝠王所組成嘅全新百獸機械人嚟嘅。鬼蝠熊王會成為機械人嘅主體，而蝙蝠王、野豬王就會成為雙手同埋背部嘅支援裝置。細嘅鬼蝠熊王咧就會成為新機械人嘅胸部狀態。三重王咧亦都有海面、陸地、天空動物合而為一嘅意思。肩甲咧亦都可以睇得出升級形態常見嘅向外伸展肩甲，係好有呢一個升華嘅意味嘅。Number 32眼鏡蛇王喺設定集入邊並冇佢作為威力獸嘅圖片，只有佢嘅合體狀況。佢可以同獅子王、金鷹王、黑熊王、北極熊王、犀牛王同埋孔雀王7隻威力獸合體成為呢一個百獸王嘅拳擊手形態。圖中我哋可以睇得出佢同劍豪形態唔同，將孔雀王調轉咗180度，佢嘅尾巴由孔雀開屏變為咗一個裙胯，而孔雀王嘅翼都成為咗拳擊手嘅翅膀。至於眼鏡蛇則代替咗穿山甲王嘅位置，成為咗機械人有腳掌嘅一部分。值得留意嘅係呢隻拳擊手形態，北極熊王同黑熊王係多咗一個拳子咁樣嘅嘢嘅，而喺犀牛嘅膝頭上面嘅花紋同平時亦都有分別。相信係孔雀王或者眼鏡蛇王會帶一部分裝甲俾機械人安裝呢一啲部位嘅。Number 33猛獁王或者叫長毛象王都得嘅。呢隻嘅設定咧又係好模糊嘅，好多地方連花紋都冇畫。呢隻最特別嘅位咧有兩個，一個係佢有運載模式，佢可以拖一架車仔嘅，我估佢係為咗運送傷者。而另一個賣點咧就係佢係可以獨立變成機械人嘅，亦都係百獸戰隊已知設定稿入邊咧唯一一隻可以獨立變成機械人嘅威力獸。定位咧應該有啲似炎神戰隊嘅輪渦機械人嘅。變形方法咧應該就係將長毛象嘅胸部裝甲推上去，個鼻咧90度向上屈變成頭部，兩隻前腳咧就稍為提升，抽一抽，其他部分我就睇唔到啦。究竟佢隻手係點變出嚟㗎？Number 37燕子王、Number 45鼴鼠王、Number 73企鵝王，呢三隻我會放埋一齊講嘅，因為佢哋係有關聯嘅。而且佢哋嘅定位都十分相似，佢哋係作為一啲支援武器嘅。燕子王係成為一個回力鏢，鼴鼠王則成為一個鑽頭，冇計啦，佢中意掘地啊嘛。而企鵝王咧就成為一把類似冰晶劍咁樣嘅物體嘅。佢哋三個可以合體成為水星王，亦都係劇中入邊嘅小型機械人。可以睇得出企鵝王同埋鼴鼠王係成為咗機械人嘅雙腳啦，而燕子王就成為咗主體嘅。其實咧，只要將鼴鼠換咗咧，呢隻嘢就可以走去拍翼之勇者噶啦。最後我會將 Number 82鱷魚王、Number 87大白鯊王同埋另一隻蝙蝠王咧擺埋一齊講嘅，因為喺書入邊咧佢哋並冇獨立嘅威力獸展示，只有同錘頭鯊王一齊合體成為一個全新嘅機械人百獸惡魔。呢隻咧應該係成本設定集入邊最邪氣嘅機械人。當然我都覺得佢好型啦，頭部蝙蝠嘅長耳朵好有一個埃及法老王嘅感覺，而面部咧則係同百獸獵人相當相似嘅，係一個口罩形狀嘅物體啦。呢度嘅鱷魚王同牙肺銀本身擁有嘅短吻鱷王略有不同，腳部佢哋係一樣嘅，但係鱷魚王身體嘅結構就唔一樣，佢係多咗一個背部嘅外掛裝備嘅，背部後面咧係會有兩支加農炮，同埋有一個蝴蝶結形狀嘅物體嘅。而大白鯊王基本上形狀咧就同藍鯊王一模一樣啦，只係換色重塗同埋改成左手版本啫，可能係白色版嘅藍鯊王。去到最後嘅另一隻蝙蝠王啦，點解我要將佢擺到最後先講呢？因為呢隻蝙蝠王咧，好似係冇編號嘅，佢係100隻以外嘅威力獸。我哋可以明顯咁見到佢同 Number 31嘅蝙蝠王體態咧係唔一樣嘅。嗰隻主要係作為手部同埋背部翅膀嘅配件，而呢一隻咧就係作為胸部同埋頭部嘅配件。而且啊，錘頭鯊王嘅出現啱啱好對應咗頭先蝙蝠王頂替錘頭鯊王嘅位置，成為百獸獵人嘅右手。所以故事係牙肺銀俾敵方搶去錘頭鯊王，組成咗百獸惡魔，然之後牙肺銀揾咗蝙蝠王嚟頂替錘頭鯊王本身嘅位置。咁究竟點解會有兩隻蝙蝠，而另一隻蝙蝠係冇編號嘅呢？推測可能本來係想作為牙肺銀嘅升級形態，或者佢係敵人嘅機械人，根本唔喺個100隻獸入邊。當然一切都可能係我過分解讀，
可能只係設計師本來有2個設計啫。以上呢，就係劇中未曾出現而已經有設計稿流出嘅威力獸，而 number 19號熊貓王同埋 number 54號人魚王呢，則係官方嘅限定玩具，只係北極熊王同埋猩猩王嘅改色重塗啫。最後嘅最後，得名冇設定稿嘅威力獸有呢一啲：烏鴉王、駱駝王、老鷹王、禿鷹王、貓頭鷹王、天鵝王、海龜王、無尾熊王、狐狸王、刺蝟王、紅鶴王、美洲獅王、袋熊王、鼯鼠王、袋鼠王、羚狸王、樹懶王、兔子王、鯨魚王、海豚王、虎鯨王、鵜鶘王、小熊貓王、浣熊王、水幼王、臭鼬王、貓鼬王、野豹王、節豹王、魚唔知魚羹王、山羊王、綿羊王、海豹王、驢子王、獵犬王、河馬王、馴鹿王、蜥蜴王、變色龍王、郊狼王、斑馬王、野牛王、鰻魚王、海蛇王、狐狼王、羚羊王、鯉魚王、山椒魚王、長蛇王。基本上咧，就係將你所有認識嘅動物咧都囊括晒噶啦。值得一提嘅係咧，100隻威力獸入邊咧係完全冇昆蟲嘅存在嘅，其實都幾耐人尋味嘅。所以製作組本來下一年係想製作有關昆蟲嘅戰隊，所以先喺度留一手，定係點呢？歐美嘅情況我唔清楚，但係以百獸戰隊喺亞洲區嘅人氣而言呢，其實將片入邊所有威力獸全部商品化呢，相信都有一大班人埋單嘅。唔通 Super Minipa 準備咁做？至少我就一定 Go Power Rangers 啦。另外呢，傳聞曾經提過好多之後嘅戰隊呢，都係沿用翻一啲未出嘅威力獸嘅合體或者形象設定，但呢一樣呢，就無從考究啦。以上就係百獸戰隊100隻威力獸嘅全部介紹啦。我自己咧就最中意犀牛王同埋猩猩王嘅。犀牛王個變形機構真係冇得輸，猩猩王個香蕉炸彈咧又好盞鬼喎，唔知你最中意邊隻威力獸呢？歡迎你喺下面 comment 話我知。我係要成為 YouTube 王嘅最愛鹿仔，下次見。